Hello，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又见面了。这次我要说一下，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很多，因为休息好了。昨天有点太累了，然后那个精神状况不是很好。今天的精神状况特别好。昨天已经疲了，大家说你微醺了，当时。其实我是困了，昨天晚上我是真的困了，就当时不是还说嘛，我说就是闭眼这样摇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脱离这个世界了，应该睡着了，对，睡着了。然后今天这个精神非常饱满，比较饱满。晚上好，晚上好。然后今天要聊很多很多东西，大家可以猜到是什么吗？我看到其实已经能看到大家有人在说了。我们先卖个关子。但是已经有人在说了。对，是的100问已经我们准备好了。对，这些都是从那个大家后台的私信啊，或者是超话里面的一些评论对抽取的，然后我们都写在了纸上，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很多很多那个问题。对，桌子上有西瓜，哈密瓜，小柿子，还有一些耙耙干，就一些水果。今天会聊很多话，然后嘴巴会很干什么的，就买了一些水果吃。对，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左右也是卷毛？大家会问吗？大家都看出来了，大家还一直在说呢，说今天还是卷毛啊。看得出来，大家很喜欢这个卷毛的造型，真的很可爱，汉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多做卷毛给大家看的。只要没什么要求的时候，让我私下里学习一下。我今天还在学呢，学这个头发怎么做，在后面。对，我看到了，对，学习了一下，到时候我就可以。那你学会了吗？日常给它夹一下。那你学会了吗？学到40%吧。真的假的？假的20%，确实很难做。对，我的头发掉得越来越浅了。你看我们两个比一下，我现在这个都成棕色了，你还是黑色的。然后我这个还是黑色。对。过段时间的话，我估计又要去染黑了，因为我如果不染黑的话，头发就会变成那个一半黄，就是一半黑，新的长出来了是黑的，然后染一半浅，对，然后黑的就是浅的了。对，过段时间我要去染，要不然会变得非常丑丑的。这个衣服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件，很多，没错，超级多。去穿今天涂白了吗？你猜呢？今天就这么跟你说吧。你下次直接问我，你说把手放点比个心，然后就给你这样，你就看出来了。下次不用说，下次你说季川把手放脸上，我就。你觉得对比一下？没差很多。甚至我的脸还比你的手白一些。那你把你的手拿上来，每天都要比很多次。每天都在调侃我。小黑手套，对啊，今天戴了黑手套。
大家有人在看我们手的大小。这个手的大小其实还差很多，真差很多。手太小。没错，正好差了一个关节。差一个关节。大家问咱们两个吃晚饭了没？我没吃，你刚才吃的算不算晚饭？算是中晚饭。哦，对，你吃了2顿，我给你买了1顿，然后你又吃了1顿。吃一顿。我们开始。可以啊，没问题。抽问题环节啊，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多，你要写了好久。这些问题都是，哇，第一个问题我就抽了一个，抽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看一下，留言这个问题的小九在直播间吗？这个都是在那个评论区或者是后台的私信我们抽的啊。第一次亲密戏的时候，你们在想什么？这个很难回答啊！第一个问题这么难回答。第一次亲密戏的时候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我想一想啊，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我记得。第一次亲密戏的时候，脑子在想。我们第一场亲密戏啊，对，是温泉戏。对。大家还记得那个温泉戏吗？我记得那个温泉戏的时候，咱们两个我们两个一直在说没感觉，然后就是当时大家就是我们第一次拍嘛，很紧张，但是就是真到拍的时候就很放松。对，其实我是大脑一片空白的，然后拍着就说过了就结束了。对，其实当时在拍之前还在想，就是怕，我尽量谨言慎行就是在拍的时候可能会怕亲不好，就是就是怕亲不好吧。然后呢，然后等真正进浴缸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自己在演，就是导演喊开机的时候然后咱们两个是一样的，对，直接就是一片空白的去演了，演完之后 OK 说过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说，真的行吗？就这样。差不多吧。其实真的，说实话，就是大脑一片空白，也想不出来什么，就是突然，就已经记不起当时的感觉了。就当时我只记得开拍之前很紧张，就开拍之前，我的感觉是有，比如说我说一次。比如说说台词，光想着我这句台词之后要干什么什么，就是那句台词要干什么，但是到真正拍的时候，就大脑没有想那么多，就顺手就把这事做了就。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啊，想对未来的自己和对方说什么？未来的自己和对方，对未来的自己想说，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然后对对方说的话就是，你很好。然后，希望我们能细水长流。那我对未来的自己说的话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立下过的誓言。但是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其实我还想告诉你。然后如果是对对方我再补充一句对自己说的，就是，既然你都说细水长流了，那我就对未来的自己说，就是一定要和季川要认认真真的一起走下去。好好的。然后对对方说的是，不要总是惹我生气。
下个问题，下个问题，那我抽了，那你抽一个。我来念吧。认为自己在对方心里是什么形象？对方认同他的看法吗？想想啊，我认为我在你心中是一个认为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成熟且稳重。真的假的？对，我不认同。为什么？我不认同。我还是不够成熟吗？看起来。那我现在认为你的成熟和你的那个一些少年感啊，是6-4开。6-4开，对，哪个占6，哪个占4呢？那肯定是成熟占4啊，要不然我说我不认同你看法啊。然后我认为我自己在你心中的形象啊，开朗活泼，然后遇到事情会积极沟通，然后从来不会憋着不说。是的，但是只能说大部分是这个啊，但是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啊。然后呢，虽然表现可爱大方，看起来阳光开朗活泼，其实也有自己就是难受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独自消化。还好吧，还好吧，是这样的，还好吧。我会经常吵架啊，确实外耗型人格。我会经常和人吵架。如果有人说对方和别人很配，你会吃醋吗？纯是那人眼神不好。干嘛？啊，等一下，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看，如果有人说我和别人很配，那你是说有人说这个人他眼神不好，还是说这个别人眼神不好？我说那个人眼神不好。哦，原来如此。会，会吃醋。你问我。补充一句啊，如果有人说季川和别人很配，你会吃醋吗？那肯定是季川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会让人抓住把柄，然后别人说季川和别人很配。如果你不和别人走得近的话，别人怎么会说你和别人很配呢？但是如果有人说就是其实没有走得很近，只是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说他们好像看起来很般配的样子。我不要回答。你自己看我的情绪，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个问题是，我看看，如果一觉醒来你们互相换了身体，第一件事想做什么？我都猜到你的回答了。我的回答是什么？大吃大喝啊！是的，跟你们讲，他绝对如果换了那个身体的话，他绝对会大吃大喝的，因为我吃什么都不长胖。然后真的。不要笑，注意表情管理，注意表情管理，注意表情管理。我看到那些评论了，我也看到了。不要笑，不要笑。然后，如果我换了身体啊，我说点积极正能量的吧。我会帮你去运动，帮我减肥。对，没错，我是一个比较能坚持的人。好了，停止。好，停止，停止。我们下一个问题，好吗？我们下一个问题。大家停止，大家不要不乖啊。会不会因为回复慢偷偷不开心？会，我也会，我也会。
大家太不乖了。我们继续回答问题，好吗？有没有穿过会让对方移不开眼睛的衣服？老头衫。老头衫啊？为什么会是老头衫？少管。比较清凉。少管。这样。然后我想想让对方移不开眼睛的问题。让对方移不开眼睛的衣服。是你在剧里的西装。对，因为你私下生活你也不穿西装，周送呗。对，我觉得你那个穿点成熟的衣服会很帅。是这样的，周送呗。多。谁更喜欢撒娇，但又死不承认？谁呀？肯定是你呀，那我干嘛？第一个问题肯定是我啊，但是我又没有死不承认，我撒娇都是大方方的撒呀。对啊，那这个对啊，这个问题，想想啊，这个是我，但是我没有死不承认啊。好，总结下来就是左右更喜欢撒娇。死不承认。我没有死不承认，我一般撒娇的时候都是大大方方的撒娇。死不承认的是我。好，如果我是反派，你是唯一一个，你是我唯一不伤害的人，你觉得我不伤害你的理由是什么？我乐意啊。哪有那么多理由？就是，如果说你非要一个理由的话，不是啊，你都理解错了。你看我说，如果我是反派，然后我伤害世界上所有的人，我唯独不伤害你，你觉得我的心理是什么？然后你给我来了一句，我以为你我乐意啊。你问我的心理是什么？我的心理啊，你觉得呢？我为什么会伤害所有的人，不伤害你呢？你觉得我的心理是什么？你是不是喜欢我呀？下一个问题。你说一个。下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收到对方的消息，他说我有点想你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会和对方说什么？这个我的第一反应，我会觉得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然后这个时候会想起我来，然后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了，然后和对方说什么？我会说我在呢，然后怎么了？是不开心了吗？然后我说我也想你了，然后就去找他。这个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收到对方的消息，对方说想我了，我会立马去他身边。对，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出发了，我要行动起来，我要去他的身边。然后呢，对，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我要出发。然后，会和对方说什么？我可能会说等等我，然后我会马上到你身边，然后或者是我已经买好了那个车票什么的，我要去你身边，就这样的话。那我要补充一下啊，我会发完消息之后会打视频过去，我会先确认一下他有没有对方的情绪问题。情绪。原来如此。大家不要刷了，大家真的不要再刷了，要不然生气了。大家不要再刷了。不要再刷了，子柔生气了。没有，开玩笑了，跟大家开玩笑，但是真的不要再刷了，我们聊点别的。谨言慎行。我们聊点别的好不好？我们聊点别的好不好？然后这个是一起听过的歌里哪一首歌的前奏一响就会立刻想到对方？我真有。是吗？太聪明。还有呢？
还有我不难过。还有呢？很多很多了，很多。还有很多。然后我的话，但这个我要向你道歉了，因为你听的歌太杂了。啊，确实也是。他听的歌甚至还有，就我先上包票啊，就是他甚至听80年代、90年代、00后，然后甚至一些就是近几年新出的歌，他都听。我跟你们讲，他都听，就是80年代、70年代，然后到现在的歌，他都听。我确实，因为我记得他们有人说我是老式男孩。对，然后如果硬要说的话，其实听这个我们现在在循环这个慢慢靠近对，我就能想到就是我们两个在那个录音棚的时候对，录音棚对录歌的那个情形，我都能想到。是这样的。甚至这个那个前奏一响，然后我还能想起来当时我们那个那场戏就是不是我们打电话编那个歌词的那个对，我还能想到打电话，对，我还能想到一些那种场景。好，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慢慢靠近前奏一响，我就想起来，谁更容易在外面装成熟，回家变幼稚？我秒回答，是我们的。你看，大家的那个答复也是，你看。大家的答案和我一样。的话也没有很幼稚吧？你看大家答案和我一样。幼稚吗？我幼稚吗？我看到了，原来是你提的问题。对，我刚才还在问呢，我说，就可能在直播间会那个，正好在现场看到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你。如果我的话，我是偶尔去扮演那个，就是我是一直是幼稚的，然后就没有什么扮演成熟的机会。就是因为现在我刚说的是那个我们不是现在听的是慢慢靠近吗？然后刚刚前奏一响，我觉得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当时我不是砸了雕塑，在那个楼道里面，然后你出现的那一个画面。原来如此。看来你很喜欢那个画面。下一个。好，这个问题是：认识以来，你们认为最有意义、印象最深的是哪天？为什么？最有意义，印象最深。觉得都挺有意义的。如果说印象最深的话，我们还没有抽完，我们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对，印象最深刻的，我有好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那我就先说一个吧，就是我们去做拼豆，然后因为这是咱俩第一次去 DIY 东西。原来如此。干嘛？我随身带着。我要给你挖陷阱了。为什么不？你肯定没有带那只小兔子。在挂在我那个包上面。好，我都随身携带。你是挂在家的钥匙？那我下次把我那个摘下来挂这上。你看，你都随身带在身上。钥匙，家里钥匙就在你这儿，好吧？你管我？你看，他不带在身上，我会直接带在身上。然后，你的？我的话我认为最有意义、印象最深的是哪天？是我想想就在地下停车库吧，就选择第一次见面是吧？对，我把这一天就交给那个什么了，认识的第一天了。好的，我替他说。他为什么会说在地下停车库呢？你是不是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对啊，对啊，我就把最有意义的交给那一天了。怎么了？没事啊。你觉得其他的日子更有意义啊？没有啊。那你想让我回答什么？你回答这就好了。真的假的？对吧？一见钟情我。没事。屁嘞！
根本没有，好不好？根本没有，好不好？没有。会觉得两个人的相遇是命中注定吗？会，这个是真的会，我还挺相信缘分这个东西的。我也那个是觉得会，因为就是我之前就是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说世界上有76亿人，然后就是茫茫人海中，就是和对方相遇的那个概率是很低很低的，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对啊，对，我还蛮相信这个言论的。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就咱们两个相认了呢？相识了呢？缘分，命中注定。下个问题啊，下个问题，各自认为你们变熟悉了的契机或者是时间点是什么啊？你们变熟悉的一件事情或者时间点分别是哪几个？或者2选1？你认为我们更让我们的关系变熟悉的是什么契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说一个时间点就让咱们两个瞬间熟悉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我们两个相处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也有一起，不是说过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也说过，有一起去海边呀，然后我们也会共享单车到处去逛，各种也是从一个慢慢的相处过程中变得熟悉了。具体时间点的话，真的记不清。去年，怎么说去年？是吗？我想想，我刚刚在想我的回答。我认为我们变熟悉的契机，根本没有那种一件事情的转折点，也没有一个时间。时间点其实我是觉得有的，但这个时间点很长，这个时间点可能是那个1个月啊，1星期，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熟。我觉得也就是，杀青之后我们去内蒙古玩的这个时间点吧。对，我觉得是这个时间点让我们变得更熟悉了。就像我们的歌曲一样，慢慢靠近，也是慢慢靠近，对，慢慢的靠近。他们说那个什么，就是说我根本没有听你讲话，一直在思考我的问题，但我也偶尔听进去一些，好不好？我也听进去了。我们的问题真的还有很多，可能我们接下来会一直聊这些问题了。谁更容易把我有事说成我没事？就是说我明明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我会说我没事啊，是这意思吗？对啊。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是你。我们季川是一个很坚强的人，遇到什么事情，他首先都会说我没事啊，这个好像是真的，这个是真的。还有人说是我，其实我也会有啦。这个我们两个都差不多，都有，对，都差不多，就是遇到事情都会说没事。对，然后，但是，这个还是更你一点，更击穿一点，因为这个更我一点。我的话，我会我有的时候就会直接爆发，然后大吵架。然后我就会说没事啊，我会说我有事啊，怎么样？这个不行，这个完全不行，我不接受这个。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就会变成这样的人格。然后我就有时候就会，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我内心已经酸到要死了，然后我就会说，没事啊，其实我不在意这些的。真的假的？我在意的点不是，我在意的点是一些原则性的一些事情啊。对，我有2个人格，一个是善良人格，一个是邪恶人格。然后我那个邪恶人格上线的时候，我就会对我一切不喜欢的东西，我说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是的，对，我不行。他真有时候，然后我善良人格的时候吧，邪恶人格，对，我善良人格的时候，然后同样的一件事情，我就会变成可以啊，然后我能接受，我会慢慢接受的。然后那个我邪恶人格，我就不行，完全根本不行。我就这样来回切换。是的。所以，
然后今天晚上做一个善良的人格好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切换到我邪恶人格了。他自己说很久没有切换，其实，不然，只有我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前几天啊。今天我没有生气啊。邪恶人格，要改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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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什么？想不起来了，真想不起来。我们跳过这个话题。算给你个面子。在直播间太尴尬了。你有人跟我说。我一会儿跟你说。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有偷偷生气过。也不是谁那天跟我说，今天我是邪恶左右。是吗？好吧，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我完全不知道哎。行，每天都是善良左右，每天都是善良人格。我真的不知道，不是我没有威逼利诱你不让你说吗？就是在威逼利诱。我也没有偷偷捶你哦。我殊不知脚已经踩到了大腿上。没有，我是真的忘记了。然后那我下个问题啊。两个人剧里剧外有什么心照不宣的瞬间吗？还挺多的。剧里，其实我们在彩排的时候也有很多这样，就是咱们上亲密戏他们那个导演和编剧吃饭的时候没有心照不宣啊，心照不宣的相视一笑啊，还有很多线下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不能说心照。就很默契的，对，也有，比如那个，比如说昨天我看到有一个表情包，还有咱们俩那个，就是模仿我打招呼，然后这个很默契的，就我们看完之后才发现的，很默契的，然后还有一些能说，还有一些对，还有一些不能讲，就只能说挺多的。对啊，然后有一些我想到的不能讲，我先跳过了好不好？我先给大家跳过了。我想到一个就是不能说的。这一次我选一个。嘣嘣。啊，对了。有没有彼此之间的暗号或者秘密？秘密肯定是有的。但是。都已经是秘密了，所以就是不能说的。对哦。暗号的话，比如说，是吗？像经常左右会说，干嘛？但这个不是暗号啊，暗号就是我要说一个事情，然后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干嘛。对啊，这个只是我的口头禅而已。暗号我们一般都不会用，就是嘴巴去说，我们一般都用表情。啊，差不多。我们是用表情去做暗号的。差不多。比如给他一个眼神。对。我们俩可能就挑一下眉，然后我们两个就知道了。他说要考4级，加油，争取加油，一次就考过。好像大家都在考，因为最近确实要考试了嘛，都在准备考4、6级，然后加油，好好复习，然后认真，最近练习一下听力，背一下作文。好，我贴贴了，大家要截图。这样我要换个坐姿，这样坐着有点不太舒服。你想吃啊？这就是心照不宣的瞬间。我刚想说呢，我在这吃哈密瓜，他这头往这一歪，我知道他也要吃。小毛耳朵
哎呀，今天谁像小猫啊？大家说我今天是水蜜桃。水蜜桃？你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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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是因为这哪边红红的？还好吧？今天没有很红啊。谁说像水蜜桃了？我看你可爱了。我觉得我笑就是因为水蜜桃很可爱啊。笑什么？谁说的啊？就是大家有人评论说我是水蜜桃啊。是啊。我怎么没有 get 到这个笑点呢？就是大家夸你可爱，就水蜜桃粉粉嫩嫩的，是不是？好吧。好吧。这个很多问题，好吧。我怎么没有？我真的没有 get 到他的笑点。对，我要打你。又打我。如果把我的手机给你查岗，你最想先看哪个 APP？ 我最想看的是浏览器。但是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看我的浏览器，我的浏览器什么都没有。真的。我先自己检查一下。给我呀！我先自己检查一下。我保证不删，好吧？我看看，我稍等，我先看一眼。你看我完全没有删啊！你看，是一个百度网盘，然后是一个那个搜索，就是怎么设置手表，然后这是一些那个，就是买那个流量的，就是那个大家去看那个 ins 啊什么的，就是然后就是都是你看，然后这是一个 Steam， 真的啥都没有，你看，真是呢，你看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你看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就这一个吗？对啊，就这一个，对啊，对啊，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吧，真的什么都没有，干嘛？干嘛？手机直播呢？大家有点事情，我要先下播一下。我要先下播一下。我要先下播一下。不行。下播给你看。真的。这个真是刚才的问题。这么不信我吗？当对方被其他人搭讪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不愧是左右，长得就是好看。你看，大家都同意我下播，大家都同意我先下播。不行，我不同意。对，我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会觉得，那你很大方喽。不啊，那你很大方喽。就是我会觉得，那你很大方喽。哇塞，我会觉得大方。不啊，我会觉得很好啊。哇塞，就是有眼光啊，我会觉得他们很有眼光啊。哇塞，就是哇塞，左右好看是被，就是人尽皆知啊。我就觉得很有面子啊。我说，但是，搭讪可以，但是得看你的态度是什么。那你的反应是高兴吗？他说小哥哥，我们可以要微信吗？那你的反应是高兴啊？我很高兴，哇塞，我看上的人。那之前你不是这样的呀？之前你不是这样的，你现在又在装大方。之前你不是这样的呀？我不是说。好，我不难为他了。就是他可以搭讪，但是我不能阻止人家跟你搭讪吧？我不能说人家搭讪我怪你，是不是？不会啊。对啊，然后但是你如果给了联系方式的话，我肯定就是很难受了，我心里不舒服了，我就开始找事儿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给，然后你说不好意思，我已经那个对吧，在我旁边对吧，这已经有那个什么了，然后呢我就那我就又是不一样的心情啊，这就你跟大家在说什么？说什么呀？那很大度喽，对啊，那你很大度喽。
那你很大方哦。不是这个意思了啊，我知道了，不刁难你了。我一直在刁难他，没有生气啊，没有生气，我一直在刁难他。但这个回答就不好，你再重新回答一下，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你说。我给你的回答，我再给你一次回答，你重新组织一下你的语言。好，你再问我一次。好。当对方被其他人搭讪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就一把扒拉开搭讪他的那个人，然后我就把你拉过来，然后我就告诉他，不许搭讪他，他是我的。好了，那我们下个问题。有想过如果有来世，还愿意和对方相遇吗？愿意。你为什么不痛快的说愿意？没有啊，我不是在等你的回答吗？下辈子不想和我见了是吗？完全没有啊！哎，你想干嘛？你想刁难我？你想刁难我？不行，虽然我也愿意。什么是虽然？不一定是我非常愿意吗？那我不愿意了。别呀！愿意开玩笑。我也是愿意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选择呢？就是听他的，真的是这样。就是每一次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然后呢，他说出来一个意见，我说出来一个意见，他很坚信他的意见，然后呢，我就觉得，第一是说不过吧，第二是有道理，我觉得。我说我要再坚持下去，会不会吵起来呢？听你的我说好有道理啊，那就这样吧。这句话我不喜欢，那就这样吧。怎么会吵起来呢？你不喜欢，怎么会吵起来呢？好吧，轮到你解释了。这个确实啊，就很多事情的一些，比如我们出去游玩的一些规划，然后一些时间点，这个是听我的，然后一些那个处理事情的一些。那肯定是谁对听谁的呀？你也有对的时候，然后后面我说采取你的意见你也有对的时候啊。好吧。对啊，这个的话就是谁对就听谁的，虽然大部分都是听的是我的。然后下个问题。如果一起做饭，谁会爱捣乱？如果一起做饭的话，其实一般来说的话，我不会太捣乱。好像没有会捣乱的时候，但是做拼豆的时候他会捣乱，他会把我辛辛苦苦拼好的豆给我扒拉开，给我弹开，就是我好不容易都。这个问题是谁问的？小九在吗？这个问题是谁做的？是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是谁问的？如果说非要捣乱的话，我刚刚反省了一下自己。我想了想，我放4勺盐应该也不算是捣乱吧，就是可能这个是单纯的你笨笨，单纯的我认为它不够咸，这个单纯的是你笨蛋，单纯的生活常识比较少了一些，对，但不算捣乱。大家真的问了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好多，还有很多没有问，还有没有很多，对，还有很多没有问。吵架之后怎么和好的？一般都是谁先道歉？怎么和好的？想想，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就真的是怎么哄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明确答案，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定，就是不择手段的哄。就是真的是大方法、小方法、大大小小的方法全部都用一遍。也还好。对，你先就是得有眼力劲儿。你先试一下这个甜不甜？甜吗？肯定不会很酸了，我只会太酸了，太酸了。只是问你甜不甜，我尝一半，因为我扒它的时候，我感觉太酸了，这个水果买的有点老了，太酸了。好吧，好，那你吃吧。这个问题啊，不好意思，刚才扒橙子去了，不好意思啊。然后呢，
吵架之后怎么和好？也就是谁错了谁先道歉，谁错了谁道歉，谁错了谁道歉。它真的酸吗？它不会是甜的吧？哎，它不会是甜的吧？它挺酸的。这儿有点酸啊。信我，哎，小九们都在发说这个是甜的，真的酸。如果我现在把所有的灯都关掉，你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我以为停电了，我好像左右是没电费了。如果说你当着我面关它，我说你干嘛？有病啊！我的话，我会干什么？你看，大家都让你出去，大家都让你出去。大家都让你出去。我的话，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们假装它是没电了，然后灯关掉了。我的话，我会先打开手电筒，然后找找你在哪里，然后再找一个和你比较就和你坐在一起嘛，因为关灯了，因为突然关灯会没有安全感。对，我觉得如果突然灯熄灭了，然后一片漆黑会没有安全感。对，我要首先找到对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就不想干点别的。下个问题，肯定不能说啊，大家肯定是这样。哇，这个问题大家问的也很那个什么。对视的时候，你最怕忍不住做什么？其实这个问题，这个不太方便说吧。这个问题，其实的话其实之前好像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两个人对视的时候就很害怕，两个人突然就有点忍不住啊，是这样，因为对视的时候也会突然离得蛮近的。这个东西不太能说啊，这不太能说。我们继续下一个，大家想象一下，就是离得很近嘛，然后两个人对视。好吧。你们认为最浪漫的一首歌是什么？最浪漫的一首歌，最浪漫的一首歌。咱们两个吗？咱们两个。你们认为最浪漫的一首歌是什么？共同认为的。我们两个一般独处的时候，比如说去公园，放空的时候，我们会听。慢慢靠近就很浪漫啊。会听。我们两首歌都很浪漫啊。是的。而且你说。我是真的在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俩一般放空的时候会听太聪明。对。然后听你的歌单啊。然后，但如果说，就是说我们两个放空的时候爱听的就是像太聪明啊之类的这样的歌。这个也在现场，这个大家也在现场。然后我觉得慢慢靠近，对咱们两个说应该是最有意义的、最有纪念意义的一首歌。因为是我们两个一起唱的嘛。但是其实我觉得慢慢靠近还蛮浪漫的，因为我当时写歌词的时候，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代入感啊？就是比如一首歌，他说什么身后的目光，然后与你的呼吸，然后单车就是骑过公园啊这种我觉得代入进去还蛮浪漫的。串台了左右，怎么了？要是喜欢你是一种直觉。对不起，
对不起，因为对，喜欢你是一种直觉，因为现在在放慢慢靠近，对不起，我的错，我要向自己道歉，我要向大家道歉，这个是我的错，我串台了，我光在想了，慢慢，这慢慢靠近对我来说，我想到了那天在那个录音棚，就是我唱起来，就是我录那首歌，就是很艰难的，很紧张，对，很紧张，对，然后我手心一直在出汗，他一直在抠，一直在抠我的衣角，对，然后一到唱歌就，不给自己留气口就这样，当时太紧张了，然后如果有些事情你本身不同意，但是我撒娇了，你会因此改变决定吗？客观想了一下，我觉得我是会的，因为我底线挺低的，我说实话，真的就是我底线真挺低的，就是我其实我想不到，好像都行得通。我的话，有些事情你本身不同意，但不能撒娇。这个我要尝试一下，你能不能现在给我撒个娇？我想试试我的底线在哪里。怎么撒娇呢？这个东西还真不是我的长项。这样，就是我如果说我撒娇，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一定啊，我只是试试我的底线在哪里。如果你跟我撒娇了，然后我还是不同意呢，也有这种可能啊。你不要上我的当啊，我很坏的。让我想想，撒娇有什么事呢？可以。哎呀，来了。我听听。好羞耻啊！好，那不刁难你了，那不刁难你了。你下播之后偷偷再撒吧。那就，那你就凑近我的耳边就轻轻说嘛。那你凑近我的耳边轻轻说。左右哥哥可以今天晚上给我炖排骨吃吗？但是这个是没有我本身不同意啊。这个做饭其实还是可以的呀，可以，这个都不用撒娇啊。我要吃那个雪碧，那叫话梅雪碧排骨。对，话梅雪碧排骨。可以啊，没问题。明天吧，明天正好没有什么事情干，可以挑战一下。好，可以做一下。很少叫左右哥哥的，真是也是。就是我会做一道那个什么来着？话梅雪碧排骨，然后他想吃一下。然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可以选择，你最想在哪一个时间认识我？高中吧。高中为什么？因为，就是15、16岁那会儿吧。那会儿你很内向，我想要化作正义的使者。虽然那会儿其实我也挺内向的，对呀，但是我还是想，去跟你去，我觉得我到时候可以会变艺人的，就可能变外向，对。为了你变成狼人模样。然后如果我的话其实我会选择在当下的时间段是最好的，因为总会觉得以前的自己并不是很完美。然后还是会想，就是用最完美的方式来认识你啊什么的。对，我选的话，我会选当下的时间。你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去你15、16岁的时候，因为你那时候不自信。我到时候我会告诉你，我说，不要自卑，你以后会非常非常帅气，你会非常优秀的。其实15、16岁的你也未必不优秀，只不过就是你太焦虑了。但我当时真的不是很优秀，好吧？包括
包括我当时的一些，但这个又说远了。但是，你看，话又说回来，我觉得优秀这2个字本身就有争议，因为大家对优秀的标准不一样。有的人会觉得考一个好成绩是优秀，有的人会觉得多才多艺是优秀，然后又有的人觉得会挣了很多钱算是优秀，就是他。好了，你不要安慰我了，这些15、16岁的我都没有。不啊，我会觉得，我觉得优秀最根本就是你首先是你自己，好吧？然后你自己能，自信自洽，然后整个人是由内而外的，一个自信，我觉得这就是优秀。那我现在其实蛮自信什么的了。下个问题啊，有没有为了靠近对方故意找借口，其实就是为了和对方多待一会儿？有，听一听。但这个你不知道。对啊，那我所以说听一听嘛。其实在组里的时候有一次，是，具体说说。对啊，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我是。但其实当时我有一点小心机了，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去那个小街上去买那个水果，你当时有菠萝蜜，不是爱吃菠萝蜜吗？对。对，然后当时还有那个叫什么无花果，还有那个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一半一半的。白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白色的一半一半的。对，我也不记得，大蒜。就很像大蒜的那样的。真的假的？很像大蒜的那个。对，山竹，对山竹。还有山竹之类的。然后，然后有些水果，但你只拿那个菠萝蜜嘛。然后当时那个一些水果在我那儿。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就是我买了一些果切，还有菠萝之类的，然后是有点心机在身上的。当时，我就吃了两个吧，然后就想，怎么样跟你就是走近，就是说多待一会儿呢？怎么样跟你多待一会儿呢？因为咱们俩逛完之后就回去了。我回到酒店之后，然后下一秒我就开始敲你的房门了。我就把水果给你丢去了，然后你当时在床上打游戏。然后就放你那个桌子上，对，桌子上，这你记得对吧？我记得。对，然后我以为就是，就是送个水果可以多待一会儿唠一会儿嘛。他在打游戏，我在想，然后你就走了。然后我就走，因为确实我说在打游戏，我说唠啥？我说在打游戏，我说如果说没打游戏的话，我们两个还能对吧？聊会儿天啊。然后我就自觉的走了。那算是一次吧。那这也不叫小心机，这叫攻略。对，算是攻略吧。我有印象。其实还有很多，就比如说有一次他在打那个金铲铲，因为我从小到大玩的游戏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王者荣耀很火，我打过，当时是用 QQ 号打，然后就从那个暑假有个瘾之后，后面就不怎么打游戏，就几乎不打，因为家里也很排斥我玩游戏嘛。然后他在打金铲铲，其实我觉得挺无聊的打游戏。这个我知道，就是然后我又下了一个，下载一个想跟我玩，但是他玩不下去，然后我实在是玩不下去。然后就是为了下了之后能跟你一起或者带着一块儿去你房间打呀，然后或者是怎么着坐一块儿打。好吧，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还是都快没有坚持下去？因为真的然后这个问题的话，我想一想，我没有这种什么小心机，好像我一般都是打直球。如果想靠近，我是直接就靠近，然后不想的话，我一般都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想法。如果不想，不想就是没想法，想的话就直接去，我大概就是这样。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回答很简单。会偷偷记住对方随口说的一句话或者愿望，去帮助对方实现吗？会的。
就包括，其实我们两个不属于那种语言派上面的那种表达爱之类的，比如说像是不是有点太深了？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我，对吧？比如说喜欢你啊之类各种那种话不会说，然后但我们两个还是行动派。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我记住你的一句话了，然后后面我有偷偷的帮你干什么来着，但我又忘记了，好吧，我脑子太笨了，你喜欢我身上的哪种感觉？我身上的什么状态？我开朗的状态，或者是我伤心的状态，让你很有保护欲啊之类的。我觉得是那种活泼开朗的状态我觉得是能感染到我的。这是从最初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相处之间，包括他也是一种活泼开朗的状态，叽喳。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往那一坐，他昨天还说呢，他说我感觉我像一块豆腐，闷闷对，闷闷的，他说我像豆腐，然后我其实我说话说的也不是很那个啥，很频繁，然后就现在可能更愿意表达自己了，对，然后我的话我会比较喜欢你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明明一个人不敢社交，但是有勇气去改变自己，下定决心去大胆表达的这种决心吧。我会比较喜欢这个。对。这个大家能懂吗？就是明明一个人很胆小，他之前就是很胆小，不敢社交，但是为了多社交，可以那个肯花心思啊，然后下定决心之类的。然后什么时候最庆幸有对方陪在身边？什么时候？这个不能说是什么时候吧，一直。对，我一直都很庆幸每分每秒的这种，就觉得很庆幸有对方陪在身边。我的话，我会在一些晚上的时候比较庆幸。晚上的时候，你不要乱想，我在很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你不要乱想。就是比如晚上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可以那个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嘛。就比如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就是可以和对方聊聊天什么的，然后会蛮庆幸这个时候就是有你在身边，可以聊聊天之类的。大家不要刷，大家不要再刷，你们太不乖了，大家太不乖了，就是这个谁更喜欢熬夜？梆，我挺喜欢熬夜的，我一般都3点多，凌晨3点多睡。他那个最喜欢熬夜，对，我会比较喜欢早睡一点。但是我也熬夜，但是我没有很熬夜。我们两个整体的熬夜程度的话，他会比我强很多，他会经常熬夜。我经常熬。对，但是经常熬是坏习惯。会互相模仿对方说话方式和习惯吗？难道我觉得这个都不需要问吧？这个最近一直在模仿我一直在模仿他干嘛？对，就是我的口头禅最近会说就是干嘛，然后还有不要这样，干嘛，不要这样，然后他这个也在现场，然后他会那个模仿我的一些口头禅，他也会跟我说干嘛，然后你的口头禅好像有什么原谅我，对这个他没有那种很明显的口头禅，然后好像也没有模仿过什么。我的口头禅不明显。但其实我偷偷模仿过。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你之前不是喝醉酒那天嘛，然后问你什么问题你就说不重要，然后呢
然后然后之前有几天，然后就是问我一些什么话，比如问我说什么今天晚上吃什么，然后我突然就想到你的状态了，然后我也会模仿你醉酒的语气说不重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get 到，可能你全都忘记了，但偏了。但是我偷偷模仿过，但是你没有什么反应的话，然后我也没有向你去解释，因为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看你，就是我偷偷模仿的时候吧，然后你没有转过头来就是笑之类的，我就意识到你可能没有 get 到我的玩笑，然后呢，当场再向你解释这个玩笑就很尴尬，所以说我就从来没有解释过，但是我偷偷玩过很多次，我就会说啊不重要，就这样，真服了，真的，会偷偷记住对方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吗？会，这个记住了，他很喜欢吃那个肯德基啊、炸鸡之类的。对，我很喜欢吃糖油混合物。那我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的东西多着呢。你喜欢吃的东西多着呢，怎么说？我只能说你不喜欢吃什么。好吧。看看啊，下个问题，有没有因为彼此偷偷哭过，且对方不知道？哇，有吗？有没有？有吧？真的假的？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讲讲。反正我没有哭过。真的假的？我在组里的时候，这个大家也在现场。我在组里的时候就哭过好几次。这个我知道啊。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大家都知道。真的都知道。除了你还有谁知道？你猜？隔音这么不好吗？你猜？你猜？那有没有一瞬间让你觉得对方只属于你？有没有一瞬间觉得对方只属于我？对。有吗？有。我觉得这个只属于我的这个在剧里是最明显的。在剧里最明显啊。那我会觉得是什么？我会觉得刚才直播的时候，我在刁难你的时候，就是我说我再给你一次回答，然后你宣誓主权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是这样的。怪不得爱刁难我。我又看到一个不好的评论啊。然后下一个问题，哇，大家真的问了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满分100分的话，在对方的世界里得多少分？因为什么事情可以改进，然后加分？对，我在你的世界里，你可以给我打多少分？给你打99.9分。报复我昨天的打分，对不对？好，既然你这样的话，我给你打100分。满分多少？100啊。100。对啊，我给你打100分。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那1分扣在哪。没给你扣1分啊，那0.1分，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扣在哪。没给你扣0.01分，你最好给我解释扣在哪里。扣在你多问的这一句。我在报复他。这就是模仿我的创意，模仿我的回答。他昨天就这么跟我说的。我说满分10分的话，你给我打几分？他说9.9。我说那0.1去哪儿了？就你多问这一句话，给你扣的。好吧，下一个，模仿我的创意，模仿我的话，模仿我的创意，模仿我的话。没错。2个人出门，谁更容易丢3落4？谁的充电宝丢了好几次了？我不多说了。我真的是我。谁的充电宝一直在丢？我是真想不起来，就是我记性真的很差。我的行李箱，你可以跟他们说一下我行李箱的时间。丢行李箱时间。不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打车过来，然后你行李箱在人家出租车上忘记拿下来了，
然后这个也算丢三落四。对，我还以为你行李箱里面的什么东西丢了呢。没有，是整个行李箱，是整个行李箱都丢了，太严重。但这个也会有这种情况吧？比如我之前手机落人家出租车上面了，然后我也忘记拿下来了。对，不过幸好我有2个手机，然后打电话让他送过来了。真太离谱了，而且你知道我行李箱丢的不是1次不止1次。哇，那你真的很笨蛋。没关系，就是上一次丢是，后面拿回来了，给自己打电话那一次，然后后面拿回来了，后面我对手机也丢过1次，也是我打电话带你去找的。行李箱也改变了是吗？对啊，行李箱也丢过1次。我真的是真的很笨蛋，没印象。你觉得对方是一个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觉得感性占30%，理性占70%吧。他也有感性的一面。占这么多呢？但是我觉得你是理性的。我感觉我的理性和感性区别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吗？51和49了我感性可能是49，理性是51。我一直是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没想到在你眼里我差这么多。对，因为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就遇到事情，第一件 ，OK， 我有情绪，但是我会把情绪压下去，我会用理性去思考。对。然后我觉得你的话，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对。对，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对。然后我们下一个非常容易被情绪影响。然后大家，我们今天的问题可能会抽不完。对，我们就抽到那个下播的时候，我们今天9点半和大家说再见，好不好？然后我们现在尽量回答大家想了解我们之间的问题。谁最喜欢肢体接触？比如捏一下、碰一下、靠一下。我。这个我也觉得是你。对，我经常的会摸他腿，不能这么摸，就是拍，算这样，对，然后或者是就这样，就经常的这样，然后有时候我还会，比如说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有很多外人在，我们就这样，碰拳嘛，对，击拳，这样，就这样，一直这样。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真的问题真的问题好多。有没有在深夜无聊或者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想过我们之间的互动，然后偷偷的笑了一下？有，真的假的？有。什么时候？感觉这个问题像我在提醒你啊。因为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但是有，肯定是有，我肯定因为肯定是有过的。然后我想一想，是在晚上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在客厅，然后一天结束之后坐着聊天的时候，还不是呢。你在洗漱，然后我在沙发上坐着，然后我就在发呆然后就放空了，然后脑画面里边一切入今天的某一个瞬间，然后就会这样。原来如此。我的话怎么办？我居然没有。我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类。冷漠无情的人类怎么办？就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在深夜一个人的时候就是 emo， 然后想到这个事情会开心。我就是其实我会和你一直相处的时候就很开心，就是我是这样的。我没有就是偷偷一个人的时候再去开心。怎么办？我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类，怎么办？就是还是待的时间长，等我过2天，等我不能说过2天，等我有机会，我直接离家5、6天、7、8天，互相觉得对方身上有哪一个优点是值得学习的，就会想这些东西。互相觉得对方身上有哪一个优点是值得学习的。我的身上你觉得有什么优点是值得学习的？首先我觉得是敢于表达，比如说 OK 这件事情我不 OK 的，我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说出来，然后不会憋在心里。这个是我要学习的。这个真的很默契了。我正好也要说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时候，比如我接受不了这个事情，
有很多成分在，一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对，二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做不到，然后其实我是一种逃避心理，我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逃避的心理在的。我拒绝就是因为我不想，我也不敢，我害怕，我可能会有一些逃避心理在。然后我觉得你身上的优点是值得我学习的，就是你遇到一个你不 OK 的事情，你也不去克服它，对，你也不说不行，然后我不做，你的想法是就是去克服它。对，我觉得这个优点是我要学习一下的。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下定那个聊天社交的一个勇气嘛，之前也讲过。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值得学习一下的。好，两个人谁更抽象？他，这个我已经看到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我了。他抽象，但是我抽象的点不方便在那个直播间说啊，就很中二。比如说我们两个走着路，突然给我来一句什么王降临地球，好想吃个汉堡，什么这个是网上的梗啊。然后又开始改编什么，这个可以说是雷德王，对，雷德王降临地球，好想喝一杯奶茶呀。然后就知道了，我说走。对，就是那个，就是很爱玩网上的抽象梗嘛，就是而且我还会一脸认真的说，我说雷德王还有3个小时降临地球，好想吃个汉堡。就还会很认真的说，大家应该也刷到这个梗了，但是你没有刷到。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梗，这个梗很好玩。然后这个大家居然没有刷到过，没有刷到网速这一块，好吧？网速这方面，它网速很快，没有那个。然后还有一些，比如昨天有个道具是一把剑，然后呢，它的话是这样拿着的，就比如大家想象这是一把剑，我这样拿着。对，然后我的话我就这样，我用手夹着，然后真的他就是真的很离谱了，他就直接就是这样。下个问题。对方生活中很可爱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很可爱的一个习惯，就比如说他敷面膜啊，人家敷面膜不是正常就是敷完之后躺床上直接这样吗？他不行，他得空。床边，就比如说这个是床边吧啊，把头空下来，这样。不是，因为我那个头发是湿的，就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一直躺着吗？因为就是我敷面膜的时候很喜欢躺着，就是有助于吸收，是吧？对，因为就是我觉得那个面膜它重力会把面膜里面的精华吸收到我的脸上，对，所以说我都不会坐着，只要我敷面膜，我都会躺着。我当时还问他，我说你为啥要躺，为啥要空啊？他说，因为我当时头发是这样会不会你说我脸干？他当时一本正经跟我说你说我脸干会不会因为我敷的方式不对？我平时都站着敷的，然后我这样躺下会不会它就往里渗啊？你看就有这个地心引力。我当时在想，我大脑直接宕机了。我说啊，还有这个说法呢？我说这你皮肤干不应该是你不注意护肤吗？我说对，躺着它会往下渗啊，这水都是往下流的呀。还有更离谱，你知道是啥吗？躺床上那个带那个面膜，就敷那面膜嘛。我说我就凑近一看，我左右，我好像找到你皮肤干的原因了。他说啊，他说怎么了？然后我说你看你这面膜这，我说怎么都是气泡啊？我说怎么这都鼓起来了？他说哦，鼻梁太高了，就躺着，那可能是我鼻梁太高了吧？是这样。然后当时我就真的，我说这个你要讲，我说我就多余问这一嘴。但是这个我是开玩笑的啊，我没有、但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我没有很那个认真啊，我只是开玩笑的。我说不好意思，鼻梁太高了。但这个我没有认真讲，我只是开玩笑的。这个我是开玩笑。气人啊！一边拿着手机这样刷，一边说可能是我鼻梁太高了吧。这个我是开玩笑的。然后对方说的面膜，你的面膜袋又有2次没有扔。昨天和前天。
又是我扔到垃圾桶里面的。然后对方生活中很可爱的一个习惯是什么？想想，可恶，我居然想不起来。比如其实这些我不知道算不算小习惯啊？比如我吃那个哈密瓜的时候，他会把眼神往这瞟，然后他会示意我说他也要吃。我觉得这些行为是蛮可爱的，但这些是你的习惯吗？这也不是。但是这个行为蛮可爱的，我觉得这个行为蛮可爱的。特别我想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我觉得也蛮可爱的啊。今天我还跟他模仿呢，说今天早上就我睁眼嘛，他说那个袜子都给你装在那个袋子里了啊。然后就是拍了拍我，然后我说因为那会儿我还懵嘛，还没睡醒，因为他醒比我早，他起床了。他说那个你那些袜子都在这个袋子里啊。我说好。然后呢，我就继续这样睡着了。等我醒来之后，我说我要穿袜子，我找我袜子。我说最后装在袋子里面了。我一拿，哇，好家伙，咋了？他穿过的袜子和我的新袜子在一个袋子里。没有啊。我说好家伙，那个就是我装错了，那个是我装错了。但是我穿过的袜子也就那么也就穿过一次啊，也就一次啊，上一次是那个没有说嫌弃你的意思啊，那个就是我放错了而已，那就是放错了而已啊，就是觉得很可爱。这早上起来这样说你，然后说袜子装在那个袋子里面。我说好，我这样好，然后我就继续睡了，好吧。他说袜子就装在那个袋子里面。这个我就想模仿那个状态，我模仿不出来，好吧。这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啊，感觉。但我会觉得很可爱啊！睡觉时对方会抢被子吗？不会抢被子，但是他会打我。这个我要告状。他不会抢被子，但是他会打我。我怎么打你了？睡觉会打人？梦游？当时你是给自己也吓醒了呀？说那次，就是他当时这个也在现场，竟然，就他不会抢被子啊，但是他会就是他比如在侧睡，我给大家模仿一下，现在你在睡觉，好吧？你现在在睡觉。然后我侧着睡的，我侧着睡，然后我要朝这边转身，我直接就转身，就这样，就这样，就当时那天晚上我还记得呢，然后是几点啊？反正就是我当时在睡觉，然后突然一个巴掌就落到我的脸上了，我就我说干嘛？然后就是他转身的时候，那个胳膊也就飘过来，就这样，咵就打下去了。我来模仿一下吧，就是情景再现一下，这其实我当时被吓醒了。当时我是这样，我一转身，我要这样嘛，他的脸正好冲在我这边，对，我在这儿睡的。然后我的手要这样，因为我喜欢这样趴着睡，然后我就这样，然后咵一下，然后当时手碰到这之后，然后我就立马醒了一下，然后就立马回去了。问题怎么放在那边了？对，他真的，当对方难过的事情，当对方难过的时候，第一件想为对方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的话，其实我不是很善于，去表达，去这样，我会在旁边陪着他，然后，借你个肩膀。因为这个我有话语权了，因为我确实这样干过。就比如说你上次不开心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是想疏导你、开导你。对，我记得那一次，就是我第一件事，就是我第一个行为就是疯狂的问你，我说今天怎么了？今天因为什么？对，如果你难过的时候，我应该也会继续之前的那个方式，就是疯狂的问你，然后就是到底怎么了，不开心之类的啊，就因为什么不开心什么的，我会化身人生导师，没错。还有一个，语言和行动，谁更善于表达爱？从语言和行动上，我们两个其实，在语言上比较属于矮子，但是在行动上属于巨人。我们俩比较擅长于行动。对，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对，我们两个都是
行动派。好了，对，我们的问题真的还有很多，对，然后我们就先不抽了，好不好？对，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对，然后我们就下播了，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见，好不好？哦，对，喝口水，确实是一直在聊天，聊了很久很久了。哇，感觉牙齿里面有点应该看不到，没事，一会儿看吧。在直播间就是里面好像那个牙龈有点，我也不知道，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没事。会的，一定去看医生。会去看的。会去看。哇，读了你的4个问题。比心。大家问的问题都还蛮棒的。有日常的，也会有很有深度的问题。对。你们真的就是脸颊比心啊？我刚才说错了吗？不是吗？脸颊比心指向不是这样啊？觉得对方昨天的拍摄状态怎么样？我觉得你昨天的拍摄状态非常好。真假？真的，是不是有进步？对，很有进步。这个真是。昨天我觉得你一如既往的好。还有你讲。我开玩笑。昨天直播的时候，一开始他还是比较紧张的，对，也是，怎么讲呢？不过表现的也非常好了，真的表现的非常好。对，没有以前那种紧张感，真的很棒。怎么都想让我捏一下，那我就捏一下喽。但是你不要捏太大。好像是有点像水蜜桃哈。这不水蜜桃。其实已经有一点迫不及待的要下播了，不知道为什么，想跟大家道个歉，因为我很想去查一下他的那些 APP， 刚才查了我的，然后他的手机在直播，让他逃过一劫，没有去查他的，对，我要跟大家道个歉，我真的很想去查。好了，小狗耳朵呢？我一会儿要去查一下。小狗耳朵是这么比吗？我一会儿要去查一下。之前都比错了，我记得小狗耳朵好像是耷拉下来的，这样的，对吧？我会查的。小猫耳朵怎么比？小猫耳朵怎么比？小猫耳朵是立的。是这样的。对不要转移话题，好不好？不要转移话题。对，大家说理解我。我是开玩笑的。对啊，蝴蝶，他们说蝴蝶结耳朵，这样真聪明，比个蝴蝶结。好。兔子耳朵，对，转移话题。兔子耳朵，转移话题必有问题。做贼心虚。我要查出软件，我都要看。那个什么，所有的软件我都要看一遍。对视30秒啊！看看我呗，别看评论区了。没有用的。一会儿所有的软件我都会查一遍。真的吗？所有的。不然呢？可以啊。真假的这么有信心？那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现在的行为很像做贼心虚。没有啊，我只是在在读评论了。你现在的行为很做贼心虚。怎么会？你看我正常的眼神。我看不到。你看，离太近了，离太近了，我虚焦了。不对焦了。对，现在离太近了，我虚焦了。真诚吗？
我查了才知道。做的有点累的。好，大家我们要下播了。好了，我们要下播了。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见，好不好？手机没电了，要充电了。啊，好，没有啊。好，大家我们要下播了，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见，好不好？好，让他查。现在你点下播，下完播你直接就拿到它。好，我绝对不会说一个不字。好，好，大家我们要下播了，大家下播了。大家拜拜，大家早点休息。我要去查了。好，大家拜拜。